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全網都說肖戰熱度下滑，他卻悶聲幹大事，反手把內娛套路打得沒脾氣。上半年網上全是唱衰肖戰的聲音，說他大半年不怎麼營業不炒熱搜，早就熱度褪去，馬上就要過氣壺了。結果2026年7月剛結束，兩件實打實的事，直接把所有謠言砸得稀碎。內娛現在的規則說白了，就是靠曝光堆熱度，評判一個藝人紅不紅。先數他一個月上多少次熱搜，錄多少檔綜藝，紅毯占不占 C 位。不少流量藝人哪怕空檔期沒作品，也要變招法子刷存在感，跑商演，錄綜藝，買熱搜造話題。一天好幾個話題掛熱搜上，就怕被觀眾忘了。肖戰偏偏反着來，他不玩這套流量圈的通用套路，也不刻意營銷造勢，把所有時間精力都沉在自己的事上。別人忙着立人設博眼球，搶各種露臉機會，他就默默走自己的路，不爭不搶，步子踩得比誰都穩。最先出來打黑子臉的是他正式出任第48屆上海世界技能大賽推廣大使，這個身份和普通商業代言完全不是一個量級，這是國家和國際層面的雙重認證，是主流官方對他個人品行、公眾形象、社會影響力的最高肯定，不是有錢就能拿到的資源，也不是哪個流量靠買熱搜就能換來的認可，這份含金量內娛90%以上流量都碰不到。除了官方的認可，影視賽道上肖戰的儲備更是甩了同齡藝人一大截，底牌穩得離譜。他主演的現實題材大劇《小城良方》成功入選了央視今年的重點劇集名單，能拿到央視重點項目的名額，本身就是對項目和演員的雙重認可。這也意味着肖戰徹底扎進了主流正劇的圈子，徹底擺脫了單純的流量標籤。另外，他手上還有懸疑大 IP《十日終焉》，還沒開播就拿下了超100萬的全網預約，未播先火的勢頭很足，圈內外都默認這是預定爆款了。手握這麼多好資源，肖戰半點都不張揚，進組拍戲就全程扎在劇組，幾乎不出來趕活動接通告。為了貼合新戲的角色，他主動減重，一遍遍默台詞摳演技細節，經常熬夜對着鏡頭調整狀態，全身心都撲在演員這個本職上。2026年7月，南方多省遭遇暴雨洪澇災害，災情牽動人心，圈內不少人都出來發聲，肖戰也做了實事，只是沒人提前知道。他悄悄籌備了20餘種防汛剛需物資，大批量馳援受災地區，全程沒有發通稿，沒有買熱搜，半分造勢博好感的操作都沒有。直到物資全部運抵災區，網友拍到現場物資的相關信息發上網，大家才知道他又一次默默做完了好事。說實話，現在內娛做公益的套路大家都懂，不少藝人哪怕只是捐了幾十萬，都要買10幾個熱搜刷屏，通稿發的全網都是，就怕沒人知道自己做了好事。反觀肖戰，這麼多年一直默默做公益，從來不會拿自己做的善事出來炒作，更不會消費善意立人品人設。之前網上多少人帶節奏說他熱度下滑，糊了，他從來沒站出來辯解過半個字。現在手握官方頂級背書，還有2部潛力大劇在手，他也沒出來張揚半分，該扎劇組扎劇組，該沉澱沉澱，褪去鏡頭前所有的光環，他就是低調沉穩做事。站在行業賽道上比實力，他也從來沒輸給過誰。說起來，肖戰走紅這麼多年，一直零塌房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他早就看透了內娛那點流量泡沫，熱搜上的熱度都是虛的，今天掛上去，明天就能掉下來，說沒就沒。
只有實打實的作品，觀眾認可的口碑，還有官方背書的底蘊，才是一個藝人能在圈子裡長久走下去的根本。很多人說他淡出視野，沒曝光就是糊了，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。這根本不是過氣，是頂級藝人的清醒，知道自己要什麼，不跟別人搶虛名，只踏踏實實做自己該做的事。現在內娛浮躁成什麼樣，大家都看在眼裡。多少剛冒頭的新人，有點熱度就瘋狂撈金，綜藝接不停，代言拿到手軟，就是不打磨演技，一年拍好幾部戲，沒一部能拿得出手。還有不少紅了幾年的流量，怕被遺忘，天天買熱搜掛着。今天一個路透，明天一個八卦，就是拿不出像樣的作品，吃老本吃不了幾年就沒影了。肖戰走的路和這些人完全不一樣，他不蹭熱度，不炒話題，哪怕被人唱衰也不出來急着證明自己，就默默攢作品，拿實際說話。之前我還刷到過不少帖子說，肖戰不營業就是粉絲都跑了，沒人氣了。結果10日中煙預約一開，分分鐘破100萬，這叫沒人氣。官方願意把這麼重要的推廣大使身份給他，說明官方認可他的公眾形象，這比100個熱搜都管用。做公益默默做，不宣傳，說明他不是為了立人設才做，是真的想做事，這人品不用多說。內娛從來不缺一時爆火的流量，缺的就是這種能沉下心，不被流量綁架，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的頂流。很多人說內娛都是流量當道，沒救了，其實不是。總有藝人願意走難走的路，靠作品站穩腳跟。肖戰這波操作，其實也撕開了內娛流量最真實的生存反差。靠熱搜續命的頂流，熱度掉了也就沒了；靠作品和口碑站穩的頂流，哪怕半年不露面，該有的認可一點都不會少。之前唱衰他的那些人，現在臉疼不疼，估計只有他們自己知道。畢竟你不能用你混流量圈的規則去套一個已經跳出流量遊戲的人，人家根本不和你玩熱搜那套，你說人糊了，這不純沒事找事嗎？接下來小城良方和10日中煙都會陸續和觀眾見面，到底作品成色怎麼樣？能不能接住大家的期待？我們等着看就好。至於未來內娛的流量格局還會怎麼變，時間自然會給出答案。